那国内啊，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眼尖网友有抓到伪装车，也就是 G50 Plus， 国内政府单位的送审机构也有出现 G50 Plus 这个名称啊。其实他们双方啊都隶属于上汽集团旗下的品牌，不管是在动力单元上啊，或者是平台架构上，很多都是共用的。那起步价大概是10.9万，折合台币差不多40-50万啊，真的很便宜。那在台湾不知道会多少。去年的时候已经接收到了这个自制率的挑战，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挑战还不知道。前一阵子才推出的混动版本，那这台 PHEV 的版本啊，它搭载的是18.65千瓦小时的磷酸锂铁，那在 WLTC 的续航里程下大概有85公里，目前官方测出的平均油耗1公升可以跑70公里，你敢信？在外观上的话，基本上就是采星河之翼，镀铬前格栅和分离式的头灯啊，那整体线条上我觉得也拉得很足，算是中规中矩，再带一点优雅质感哦。那之所以没有消息，我在想啦，多少应该也是因为所谓关税影响。虽然目前得知关税可能会比较直接影响在美系的进口车，但是毕竟品牌跟品牌之间还是会相互竞争的，大家会互相参考的。所以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，但在定价怎么定得漂亮，又是另一回事了。这种内装质感，你敢让它被饮料毁了吗？意外总是说来就来，一个手滑就能测出你的脚踏垫实力。没错，3D 卡固立体脚踏垫是专车专用设计，防护、吸震、止滑，更搭载立体高边增强防护，高密合度让液体根本流不出去，不吸水、不残留、不发臭，只要一冲一擦，瞬间恢复原样。选用 SGS 认证环境友善材质，即使夏季车室高温也不会释放有害物质。真正懂车的你，绝不能放过爱车的每个角落，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。欢迎收看博智解说，没有错，诚如各位标题所见，国产的 MPV 市场又有一位想要加入来瓜分大饼了。好了，想必大家应该不陌生，在2022、2023年的时候，中华汽车导入了 MG 这个品牌。当时大家对这个品牌有点陌生，那后续耕耘了2-3年之久啊。当然有一些消息传出啊，中华汽车想要导入同属上汽集团的大通汽车，也就是 Maxus。那国内啊，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眼尖网友有抓到伪装车，也就是 G50 Plus， 国内政府单位的送审机构也有出现 G50 Plus 这个名称啊。好了，那即便中华汽车也没有正式的对外宣布这个消息，其实我觉得这次针对大通这个品牌的导入，他们还蛮低调的。就在去年2024年7月底的时候啊，后来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消息，也就是自制率打乱了整个裕隆跟中华汽车对于新品牌导入的节奏了。不过我想必大家应该很好奇，就是 Maxus 这个品牌跟 MG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？其实他们双方啊都隶属于上汽集团旗下的品牌，不管是在动力单元上啊，或者是平台架构上，很多都是共用的。那甚至啊，在东南亚一带，像是印度啊、菲律宾啊、新加坡等等，很多 Maxus 的车款其实是归纳在 MG 旗下的。接下来，博子要跟大家分享关于 Maxus G50 Plus 导入台湾后的5大论点。好，那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探讨就是台湾的 MPV 市场，那就是 Toyota 的 Sienna。不过 Sienna 这台车因为在官网上已经下架了。那第二个我想到的车型大概就是 Luxgen 的 N7， 也就是纳智捷的 N7哦，它有一个7座的版本，可是它又是纯电的，不那么隶属于 MPV 啦，但是它比较像 SUV 的车格啦。我又想到的是 Zinger， 可是 Zinger 也是 SUV 嘛，那它的价格也非常的平易近人呐，大概在80-90这个区间，一样有7人座，不过配备上可能没有来这么的丰富。真的要讲到 MPV 的话，我唯一想到的就是 Custom。那它目前是采国产的方式去做贩卖。当然去年的时候，它有遇到所谓的自制率问题，不过他们现在已经慢慢在复活了。那价格上呢，大概130上下哦。所以如果今天 Maxus 大通的 G50 Plus 要导入的话，它的价格定位就真的很重要了。不过我还有想到一台啦，像是那个福特也有一台，不过它比较符合功能型啦。就是 Tourneo Connect， 也就是我们之前有拍过的旅玩家，那它蛮多时候是拿来作为福祉车啦，或者是一些功能用途啦。第二个论点也就是我们参考一下大陆目前的配置。那他们目前有 G50、G50 Plus、G50 Max， 当然还有一个所谓的
前一阵子才推出的混动版本，也就是我想应该蛮多台湾的车迷朋友们很期待的 PHEV 版本。那这台 PHEV 的版本啊，它搭载的是 18.65千瓦小时的磷酸锂铁。那在 WLTC 的续航里程下，大概有85公里。目前官方测出的平均油耗1公升可以跑70公里，你敢信？超厉害，超强！在大陆啊 ，G50 Plus 的现有车型大概有分5个等级、5个配置。那起步价大概是10.9万，折合台币差不多40-50万了。那再顶贵一点是14.9万人民币，那也大概就是60多啦，50-60万。所以它的价格区间40到60多这个区间啊，我觉得很便宜，真的很便宜。那在台湾不知道会多少。好了，那讲完大陆那边的配置之后，我们来探讨一下台湾有可能的车型会有哪些的配置。在外观上的话，基本上就是采星河之翼镀铬前格栅和分离式的头灯啊。那整体线条上我觉得也拉得很足，算是中规中矩，再带一点优雅质感。那同时7人座的话，它是提供了2+2+3的座椅布局。那在内装上面呢，有双12.3寸的萤幕。那其实现在好像都流行这种双12.3寸了，像是这个仪表、中央萤幕双12.3寸，全景天窗，还有环境影像、电动尾门，这个我觉得还蛮加分的。MPV 车型配一个电动尾门，质感又提升了。依照现行 HS 的这种配置上啊，我觉得搞不好入门版就有所谓的全景天窗，就是毕竟很有竞争力嘛。新的产品导入通常都会下比较多的功夫在，所以我猜测啦，应该入门版就有全景天窗啦。那配备上应该都还蛮满的。那在动力上来说，应该就是没意外1.5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吧。那在车身尺码上呢，大概是维持4.8米左右的车长，1.8米左右的车宽，1.7米的这个车高。那轴距上，我觉得就是它这台车的亮点啊，大概有2.8米其实很宽呢。在空间运用上应该会很充分。好，那在大陆的内装上啊，是可以选配这个棕色啊，棕色内装还蛮漂亮，就是更有质感一些。那不晓得台湾接下来中华这边会不会导入？那在外观上也有蛮多选择啦，有黑灰啦、金啊，还有粉色。这个粉色我是有点难驾驭啦，其实。好，那其实参考目前现有 G50 Plus 的内装图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觉得，但我觉得真的还蛮像 MG HS 的那个摆设的那个氛围啦，像萤幕啊，然后这个仪表啊，那甚至到这个出风口啊，以及下方充电，还有一些按键的位置，我觉得跟现在的 HS 真的有八成像吧。那我觉得还蛮特别，就是它在中传这里啊，设置一个无线充电板，而且它是采垂直式的，不是过往大家所认知水平式的，置物空间也蛮多的中央扶手等等。好，接着第4个论点呢，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台湾大通 Maxus 50导入之后，究竟会有哪些的优劣势分析？它会有什么优势？目前得知，应该高几率会以 MG 的品牌做贩卖导入。大家已经对这个品牌有非常多的印象啦。第一个当然就是 CP 值很高嘛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配备几乎都给你了甚至网络上也说价格破坏者。但是呢，它 CP 值很高，因为可以用很亲民的价格买到所有你想要的配备。好，那它有什么劣势呢？我想它的劣势大概就是因为今天要导入的是 MPV 这个车型，这个年龄层他们不一定会对新的品牌有这么高的接受度，所以变成他们MG 也好 Maxus 也好，那就需要一点时间去让他们接受。好，那再来它有什么机会呢？我想机会很直接吧，就是价格啊，它价格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啊，因为就像刚刚讲的 Custom 它的价格是120几、130几。如果今天 Maxus G50 Plus 导入了，它又打一个100到110这个区间，哇，我觉得很有吸引力。甚至如果有 PHEV 版本的导入，这个消费族群应该会蛮能接受的啦。好，那最后它有什么威胁呢？大家可以思考一下，毕竟 Maxus 也好 ，MG 也好，它的本质也是来自大陆上汽集团。那接下来去年的时候已经接收到了这个自制率的挑战，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挑战还不知道。本身这个品牌可能会有一些敏感的问题在。
好，接着最后一个论点呢，我想跟大家顺便讨论一下。其实 MG 这个品牌自从去年受到自制率的波及之后，大家不难发现，最近这几个月甚至这1年来啊，好像声量真的变得很低了。那甚至有一些营业所真的不像以前一样来的这么的热络了。哇，以前刚导入的时候，营业所整个是满的，因为脖子自己有去过，甚至销售顾问也来不及去接待，因为太多客人了，实在太爆满了，大家都来看车。那现在确实是真的少比较多了，所以 MG 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培养去拉拢更多的受众，把那个趋势啊，把那个声量给拉回来。如果今天要导入 Maxus Juice Plus 的话，真的要好好培养好品牌的忠诚度。那当然，第二个议题就是，其实大家如果有接触过，或是您甚至是 MG 的车主的话，在中央萤幕上面，对，没错，虽然有萤幕，不过它没有原厂的导航，没有一些比较特别新颖的配备。它比较直接的用法就是用在 Apple CarPlay 或是 Android Auto 上面。那如果说未来可以打造更多的车联网系统的话，或许又更有吸引力了。所以这一点还蛮期待的啦，因为至少我知道在大陆的上汽，不管是 MG 或 Maxus，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专属车联网系统。那在台湾这边的话就比较单纯一点，就是你可以接 Apple CarPlay， 可以支援，没错，可是就少了一点丰富度。那这一点还蛮期待的。好了，那当然目前也有一些网络上的消息啊，指出啊，现在 MG 也有部分的销售顾问已经在做教育训练了啦。针对这台 Maxus Juice Plus 这台车，那定价部分目前也还没消息那之所以没有消息，我在想啦，多少应该也是因为所谓关税影响。虽然目前得知关税可能会比较直接影响在美系的进口车，但是毕竟品牌跟品牌之间还是会相互竞争的，大家会互相参考的。所以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，但在定价怎么定得漂亮，又是另一回事了。所以可能要等7月底吧，可能会有比较明朗的消息。那大家就期待一下这台新的国产 MPV 即将导入市场，究竟会有哪些竞争力呢？那记得订阅我 YouTube 频道。那有什么想讨论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一下。那我们就下部片见喽，拜拜。24大改款 Apple Car UFO 正式上市咯，支援 HDMI， 可连家中电视看 YT、Netflix 等。7色调，256色彩变化夜光呼吸灯，支援双屏易显功能，各式机型皆为脖子车友优惠价，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。哦，对了，凡购买皆附发票加原厂保固哟。